个嘛，真是一个好地方啊！唐国的王啊，终于见到您了。哎呀，好累呀！这双脚已经连续走了30日的路程，没有一刻停顿过。只为传达一个讯息给王您，一个来自天的讯息。这是神谕，请王您一定要注意。说吧。大商国600年来侍奉众神，功劳不少，但自王您继位以来，似乎略有不足啊。众神也开始怀疑您侍奉神的决心了，不过还是可以补救的。这里标示着新的采掘地点，王啊，请您尽力点儿，照着办吧。又要挖新的洞吗？我们每年已投入数以10万计的人力了，哪里还有什么新的劳动力供众神差遣？这倒也是，大商国或许已经没有劳动力了，但西方的周族、北方的羌、鬼和行等，他们当中有很多尚未归化。那么天的旨意是让我讨伐诸国，将他们的资源收为己用。王的勇武天下无双，若率大商国10万雄兵，便可一举扫荡4方诸国。众神的贪婪简直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。陈唐以来，我的祖先30代都为众神效力，任劳任怨，这究竟是为什么？我倒是很不明白。我倒是真糊涂了。人敬畏神是理所当然的吧？大王的祖先恪尽己任，每一个都做得很好。难道大王要违背祖宗的遗训？祖宗不祖法，我有新的规矩。商族人已经厌倦了侍奉神，用你的双脚再走30日路程回去，告诉天。王啊，您不该这样做。天是不容冒犯的，您现在回头，仍然可以做天下之共主，否则在您面前只有绝路。众神来讨伐我吧！
公元前1046年，周武王号召天下各族讨伐逆天而行的商纣王，双方血战连场，商帝节节败退。周军以锐不可当之势，直扑商都朝歌。恭喜您呐，武王！成就大业之时就在今夜。您顺从了天的旨意，讨伐叛逆暴君，彰显人间正气。神谕宣明，攻城之日，将赐您名为天子。既已让世人知道武王的美德。天子，我只不过即将取代纣王，成为神的仆人而已。纣族的勇士们，我们走过千万里路来到朝歌，世上最富饶之地，所有的东西都在我们眼前，只需要再走几步，就可以用手抓住了。我们该怎么做？好，今晚就把商人的所有东西统统抢过来。家财，霸占我们的女人呢？都是王惹的祸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对啊！王不得好死，他一定不得好死！我们打开所有通道，欢迎周兵进来杀王！走！父亲，看吧，为了不让他们做奴隶，你不惜与神反目，但他们反而诅咒你。你的人民喜欢做奴隶，犯不着你多管闲事。这里越来越乱了。看来不能逗留。哎，你不是王的儿子吗？我在市集中见过你的样子。王的儿子在这里，抓住他！可恶！我要他的头！抓住他！你们别过来！这个我先看见他，我先看见他！我要他的头！我要他的头！抢就可以了！抓住他！住手！别跟我抢！大叫大嚷，抢夺一个孩子为自己保命，不觉得羞耻吗？你们要讨好周兵来帮我就行了。五更，我
吩咐过你留在母亲身边。我是商族一员，不能待在家中等死。我也可以一战。连几个老弱乡民也应付不了，凭什么一战？立刻给我滚！吴更王子，朝歌大乱，夫人见不到你的话，必定非常忧虑。快回去吧。后会有期了，王子。这些人的眼神好奇怪，完全没有一点畏惧。父亲也是一样。父王是笨蛋，你们全是笨蛋！与儿子诀别，也不多说一句吗？你不是一个好父亲，或者也不是一个好的王。这是王的弟弟。这个家伙8年前放弃争夺王位，流浪到国外，成为天下知名的顶尖剑士。他就是传说中杀过神的人。你果然回来了，子羽，我知道你一定会回来，与我并肩作战。或许我是回来杀你，将你的人头作为礼物送给众神。你不会这样做，因为你和我一样讨厌神。你果然一点也没变，你会死的。哼，害怕的人早就走光了，不是吗？好，我们去吧。朝歌快要陷落了。若命运如此安排，也是无可奈何。对今晚即将发生的事，我已经有了心理准备。子羽，很高兴此时能再见到你。这几年你过得如何？现在，我是一个居无定所的拾荒者。什么拾荒者？是闻名天下的大剑士才对。朝歌城里传颂着你的事迹呢。你当初不告而别，王和我都很挂念你。我知道这边的消息后，便立即回来了。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周兵携众神的助力，向我们狂打猛攻，将士们快抵挡不了了。你说的对，朝歌可能会陷落。你应该知道现在的情势，众神要的是王，我可以带你走。不，我会留下。他死，你也跟他一起死。是的。我很羡慕他，真的，我会尽全力助他。谢谢你，但不要抱什么期望，这是九死一生的战斗。已经瓦解，据说商纣身边只剩下少数武士，大局已定。今夜之后，天下就是武王的了。怎么现在还不见神族前来？武王大可安心，只要时机需要，
他们一定会出现。毕竟，他们都是受命于天，要助武王完成伐纣大业的。就这么一点人，商纣竟然还敢杀出城！好，快杀个痛快！射杀他！弓箭队准备！包围他！狂妄的纣王啊！事到如今，你还不知错，神是不可冒犯的。我今日来就是替天行道，诛杀逆天无道之王。什么是天意？天要剥夺我的人性，我就要杀天。我跟你不一样，不是为了做奴隶而来到这世上的。你不会有机会的。吾王姬发，你不必出手。这个人是我的。来了吗？天的旨意是时候要执行了。商纣，接受你的命运吧！可怕的压迫力，这家伙并非神族的杂兵，就是你了，全身暗红的大神。什么？好强大！哇！怎么了？竟然连王也！这就是神与人的差距吗？不堪一击！胜负在一瞬间已经决定了，压倒性的力量将纣王连同伤兵的斗志一并摧毁。幸好我们不是他们的敌人。这是必然的结局吧？纣王明知不可为，当初又何必勉强？没想到会是您呐！天监六部中号称最强的斗部天魁，由您出手的话，一下子就解决了呢。这次讨伐，天非常重视，所有高阶神族都来了。哦，您指的是六部其他大神？不止。难道？
交战从未见过这种场面，这到底是……不是真的吧？那是……只有天才能驾驭的远古神兽，那么说，连神族之主也亲自来了。娘亲，五哥，你回来了就好了，我正在担心你呢。整个摘星楼里面都没有人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他们是因为怕死都跑了吗？是我叫他们离开的，这里已经不需要任何护卫了。过来这边。娘亲，这个庞然大物是什么东西？那就是龙。传说自混沌初开，它便已存在这世上，只有神族之主才能差遣它。看来这次攻打朝歌，连天也亲自到来了。天有那么严重吗？我所认识的天一向不会介入凡人的战争，他鄙视人类的弱小，厌恶人类的自私贪婪。他视凡人如蝼蚁，除了加以奴役之外，人类在他心中根本毫无价值。我没想到他会亲自出手。如果我没猜错，只有一个原因。他知道，你父亲是与众不同的。父亲？他怎么可能赢得了神？每到最后一刻，我们不可以放弃。众神，甚至天，也并非不可能战胜的。你父亲就是知道这个事实，才会毅然反抗。这水里面，这些景象，那是朝歌城外的战斗。转动坛子就可以改变角度。好奇妙啊，娘亲，你是怎样做到的？这是空识界神力。神力？我本来就是神族一员，不过我所爱的人是凡人。8年前，当我遇到你父亲之后，就选择了背叛神族。这个秘密我不能向任何人说，因为神族有严厉的规则。我的身份若被凡人知晓，将会受到可怕的惩罚。今天，我会将所有的事都告诉你。我在神族中的本名叫新月湖。我和姐姐都是天剑6部中的斗部神众。我在一次偶然情况下遇到你父亲，他一向讨厌目中无人的神族。不过，我让他慢慢明白，神族中也有思想不一样的成员。之后，我跟他回到朝歌，以凡人的身份生活，全心全意地爱他、
支持他。这几年是我最快乐的日子。娘亲，你竟然是神，怎么我一直都没有察觉到呢？我把所有的神力隐藏起来，以免被其他空世界神力者发现。就连姐姐也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事情。你父亲和我商议，决定暂时不告诉你这件事，因为你年纪还太小，这也是为你好。为我好？哼，不要说笑了，娘亲，你们就要害死我了，还说是为我好。五哥，你们一个是神，一个是王，做你们的儿子，不是应该无忧无虑的吗？怎么现在反而死到临头了呢？为了什么？就是为了那些奴隶。众生是平等的。你父亲年少时，经常与民众一起劳作，对他们的疾苦体会很深。天指示他讨伐诸国，做天下共主，但却被他一口拒绝，因为他不愿再代理神族奴役众生。那是因为他蠢。做天下共主有什么不好？总好过现在做丧家犬。民众本来就活该。刚才差点被他们绑去送给周兵。你对他们好，哼，他们可不会信你。这样的垃圾寄生虫，吃苦才是天经地义的。五哥，不可以这样说。总有一天你会明白，你父亲今日为何而战。哼，笨蛋父亲，笨蛋娘亲，你们全是蠢材。你们两个蠢不要紧，最无辜的就是连累了我。作为一国的王子，父王100年之后，我本来是要继承王位的，要什么有什么。现在什么都没了，怎么会这样倒霉啊？我是这世上最不幸的王子啊！五哥，别烦我，我不要再和你说话了，想起来就生气。你们两个自作主张的事情，就决定了我的命运，太过分了！还说要我看他的战争，有什么好看？我就是不看，不看！反正下面这些猴子全都吓呆了，真是好玩，笑死我了！这些无知的猴子实在太难看了。我觉得他们很可怜。同情人类，只是一群既贪婪又愚蠢、自私而又野蛮的猴子。最糟糕的一点是，他们很不忠心。我们神族给了他们不少好东西，但是他们就是不懂得满足。老实说，我也不明白他们在干什么。明知不可能赢，还要挑战我，实在太奇怪了。我可不介意，反正我喜欢玩游戏。天魁，不许你再出手！转瞬间就把他们杀光了。一点儿也不好玩。天正在看着你，若你虐杀凡人的话，他会不高兴。哼！别用天来压我。宠物不懂规矩的话，主人就有权狠狠的惩罚。今天对这些猴子仁慈，明天其他的猴子们还会造反。天已经默许。对下面这些猴子，我们还是为所欲为。够了，开始吧，我等得不耐烦了。你们去吧，但不要算我，我一向对这些事情没兴趣。你错过了大好的乐趣呢。猴子们，做
做了坏事就要受到惩罚的哟。你们的噩梦又开始了。先来一个轻松一点的开场吧。周族的将士马上后退！这瘴气有剧毒，在商军崩溃以前，要尽快为他们解围。那件事，我来陪你玩一玩。我喜欢强大的猎物。听说你杀死过我的同伴是怎样办到的？让我看看。说到剥取人皮的功夫，还是你最好。鬼木，给我多弄几副。我的皮革大衣最近破损了，拜托了，我可是只穿人皮，兽皮令我浑身不自在。还真挑剔，那你没办法。稍等，我挑几副更好的人皮送你。别说我这个兄弟不够义气。这些家伙谈笑间戏谑杀人，手法残酷至极。他们是要所有人明白，这就是反叛神的下场吗？天的旨意是不可以随意虐杀凡人，因为你们是重要的劳动力。不过今日对抗伤兵是个例外，你们都是该死的低等凡人，这次不用偷偷摸摸的干，可以玩个痛快。看你们痛苦呻吟的样子，真是乐趣无穷啊！这个还很有精神呐，十分强壮，毛发相当的细致，应该是一副好皮。那就他吧。收到。表演剥人皮嘛，这个我没兴趣。反而你现在的惨叫表演更能吸引到我。你们觉得这是一场游戏吗？玩得很高兴。可惜，我得告诉你们，游戏时间结束了。天，在哪里？就在那边吗？我要去。你要去？是的。无论有多艰难，总有一日我要到那里去，亲口对天说，我们不再做你的奴隶。父亲，你的梦想还没有结束，因为有我。现在，给我哭吧，神！这家伙为什么会？不是普通的猴子吗？竟然能够在大神的重击之下生存。我的一拳结实地击中了他，但他竟然毫发无伤。从这个凡人身上感觉到一股奇怪的气息。
人，猴子，为什么？你应该已经死了，不可能还活着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吃了一惊，哼，是你们太高估自己了吧？神也没什么了不起，我会将你们身上的肉一块块削下来，你们会惨叫哀求。竟敢侮辱我，侮辱神！你当猴子，你将会后悔莫及！地藏界神力，入黄！鬼木的毒皇会将他吃得连骨头也不剩。咬死他！他被包围了，逃不了了。不可能，竟然突破了毒皇的包围！鬼木，小心啊！即使是神族之人，能够对抗毒皇的，也只有6部几位大神而已啊！这家伙到底是……就是这种叫声。继续。看来神族的生命力的确很顽强啊！再来！神已经没有还手之力了，商王绝不给他致命一击。还有这个大神疯狂嚎叫，只要他尝试被折磨的痛苦吧。看到了，他在玩弄神啊！不可思议，强敌环4下，竟有胆量做这种事。大神哀叫回响在整个朝歌战场，在所有人面前摧毁神的尊严，对神施以侮辱，是要传递讯息给我们吗？有此理，我竟然会死在一个凡人的手上！神力摧灭！
释放出来吧！这是神力，一种非常古老的神力。间之物，被你们发现了吗？那么，哇，厉害啊！这铠甲正在改变形态，好像是活的。不错，它的确是有生命的。在这套铠甲里，寄宿着一头曾令天都感到畏惧的神兽。看到了吗？这个猴子身上散发出的神力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太极，神族中有一个传说，600年前曾经有一场惨烈的战争，天与一个可怕的远古神兽作战，最后几经艰苦之下杀死了他。不过，据说这头神兽的灵性是不灭的，只需要一点灰烬，就能再次浴火重生。它的名字好像叫不死鸟。不死鸟。我本来对它所知不多，它与大商国先王成汤之间有着一段渊源。这是我来到朝歌之后，你父亲才告诉我的。600年前，成汤伐夏，大军路过西岐，遇到被天所伤、奄奄一息的不死鸟。成汤心生怜悯，决定救他一命，让不死鸟之魂栖息于自己身穿的铠甲之中，分享精血元神。这之后，他们成为了出生入死的知己，而成汤也在不死鸟的暗中帮助之下，顺利战胜夏人，建立了大商国。成汤死后，这副铠甲一直封存于王室的地牢之中，只有成汤的后人才有资格进入。历代商王皆视之为禁忌，他们都害怕众神知道不死鸟的藏身之处，招惹大祸。你父亲在10岁时初见这套铠甲，如同当年的成汤一样，他发现自己竟然能与铠甲内的不死鸟沟通。就这样，他成为了继成汤以后第2个愿意将生命分享给不死鸟的人。出来吧！父亲的这套铠甲，我以前从未见过。原来是远古神兽的化身吗？它有什么威力？它在600多年前曾经受过重创，目前复原了多少还是未知数。
现在，他与王合二为一，能够爆发出什么样的威力，谁都不清楚。我听到了你的心在颤抖。原来斗部天魁也会害怕。看来，恐惧并不只是人类的特权。滚开！这是神力，他只是个凡人，却能运用神力，而且非常强。难道？痛快啊！很久没有凡人可以让我受伤了。大剑士，传闻果然是真的，你很有本领。你应该去看看你同伴的情况，他们正在被人无情的斩杀。没关系。我可不是为了神族服务而来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已经活了200多年，漫长的生命是非常苦闷和无聊的。我有战斗。猎杀高强的对手，是我生存在这世上唯一的意义。大剑士。你是我最想得到的，我要取你首级。子羽，很好。上头原来是一头怪物，他是笑死了。这神的铠甲正在吸收我的生命。不过。没关系，惊人的神力，真是大出意料啊！传说中的不死鸟，原来一直在商国境内。不死鸟吗？真的在这里？那么说，他就是你预言中的人吗？此情此景，确实和预见吻合。一个不平凡的人，在中途诞生。他走过死亡幽谷回来，与不死鸟并肩作战，最终令神权崩倒，解放世界上所有的奴隶。来吧，今日整个战至力尽而止。人世间闪力！好恐怖的力量！想想一个凡人可以驾驭这种力量，凡人，你成功的触怒了我。天神的怒吼，振聋发聩。不死鸟的羽景真是可怕，巨人的气流，简直如同置身烈火地狱中。绝日，我们下去。偏不信一个凡人可以有多大能耐。太极，你要收起这种想法。这个凡人，就是真正的天下战神。
战神吗？修罗界神域！修罗界吗？他要使出真正的本领了。大剑士，我还没有看到你的剑呢。你两手空空的样子，为什么不用锋利的威力让我看？火雨横空，这家伙的神力居然凌驾于我！年轻人，就你了！不可思议，王继言凭着一人之力对抗3个大神，而且他们都是神族最高位的大神。我们该怎么做？你没看见吗？我们插手的话也帮不上什么忙。王现在是以人的身份参与神的战争，相信周兵那边也有相同的感受。王假如战胜，实在不敢想象。怎么搞的？我的荒狼竟然一下子就被轰散了！我在10年前已不待见在身，因为我的剑存在于虚空之中。哇！父亲正在与非常厉害的敌人作战，但竟然半步也不退让。无论今日战果如何，现在这一刻，你正在压制神，毫无疑问，是千古以来的第一人。干嘛哭起来了？我本来有一个妹妹，她只是不小心开罪了一个火部小神，却被一边抽成2段。我的家人告诉我，被神杀死是不幸，绝不能记恨。这是30年前的事了，我没想到有生之年可以看到神族被人追破、玩弄的样子。哎，别说了，原来是这样，练气。挨我一记重剑还可以立即反击，不愧是六部大神的技术。痛啊！你真的弄痛我了！雷爆！这是我空世界神力遇见的景象，并非必然之事。你是有力量及早阻止它发生的。
吼声，站在附近的话，岂不是要被他的声音震散？啊！娘亲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天要出来。天！刚才那一瞬间，我失去了意识。龙的吼声，连受不死鸟神力保护的我也撑不住。这是怎么了？是我的眼睛出了问题？我的四周一片灰暗。不，这是……大哥，我是不是眼花呀？怎么望出去周围全是一片灰暗？我也是一样啊。终于降临了。是无色界神力。无色界？怎么说？惊人的神力覆盖四周，连呼吸也感到吃力起来。我还从未见过这种神力。大剑士，所有的事情都要结束了。天已经下来了。无法站立。猴子，你为何烦我？我创造了你所知的一切，包括法则，你们这些猴子必须遵守的法则。不要太抬举自己了，没有神的法则，我们一样可以活得很好。而且你一直都弄错了一件事，我们是人，不是什么猴子。不是吗？你所依赖的不死鸟，我600年前亲手撕碎过它的双翼，将它身上的火羽一根一根拔掉。就算是远古神禽，也没什么值得惊奇的。不过，我的技师说，你将会是一个可怕的敌人。我现在还没什么头绪，你有何特别之处？原来是这样吗？你就是为了一个预言而老远跑来。看来这个预言让高高在上的众神之主也感到心虚了。神权将会没落，很可怕吧？
有我在，神权不会没落。而你和那个预言，都会在今日被我一同粉碎。猴子，感到绝望了吧？你和我之间的距离远比你想的大，你是不可能战胜我的。至于那个预言，在我今日杀掉你之后，就不会成真，不是吗？连不死鸟也不堪一击！小心！鸟姬，快想想办法啊！我无法前进，天和我们之间隔着看不见的墙，拼尽力气也无法再前进。不可能接近天，我就是被这股看不见的力量压倒，完全无法对抗。我们去救王！好，我们一起上！停止前进！在天周围有强大的神力屏障，勉强接近会死的。让我来试试吧。哦。练气吗？看来猴子也懂得使用一些不错的技巧，突破无色墙来到这里。不过这也是我的极限。
始终都只是猴子而已。结束了。人类的力量始终是无法对抗，这太可怕了。这就是人和天的距离。子羽，想不到我们两兄弟分开多年，今天竟然将要一起死在这里。好近，什么也听不见了。世界正离我而去。这一刻好像很漫长。我想起了以往，想起了所有我爱的人。我的命运是自己选的，我没有后悔过。它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对了，即使相隔多年，这一段记忆仍然清晰。从10岁那年，我走进先祖陵墓的时候，就是这一瞬间，我的世界完全改变了。这件事怎么说呢？就好像有声音在我脑子里响起，引导我去密室里面。哎，你说奇怪吗？那副盔甲听说是我们祖先成汤穿过的。喂，子宇，你究竟有没有在听啊？啊，你相不相信命运？我有这种感觉，自己来到世上，是要做一些从未有人做过的事。哼。我上个月在城北矿洞待了几天，那里的人很惨，又热又挤，水和食物都很缺乏。他们很多人和我们年纪差不多，但却要日日做苦工，吃也吃不饱。有位老伯在矿洞工作一生，最终死在一个狭窄的矿道里。我将他的骨灰带出矿场，撒向大海。起码让他死后可以重归自由。如果继续这样下去，还会有无数的人凄惨的死掉吧？天道为何如此不公？不应该这样。那你想怎样？我要打倒神，是真的。哼。那也算我一份。哈哈，这孩子长得比较像你呀，你说是不是？嗯。怎么了？
我看见了命运。这孩子出生之际，我看到天下大势逆转的情景，神权将会瓦解，世上所有奴隶都会得到解放。这孩子就是掌握这场巨变的关键。他将会有不平凡的宿命，不过凭他自己的话是不行的，他需要你的引导。不久之后，战争的序幕就会揭开。你是开始这场战争的人，但终结的人却不是你。你无法亲眼看到天下奴隶得到解放的日子。这么说，我会死吗？这是个愚蠢的问题，谁不会死呢？不要为我哭啊！神是不应该有眼泪的。你能够运用神力，洞察未来。不过，我想你答应我一件事：从今以后，不要再尝试这样做。未发生的事就不用管它。我只会做我认为值得的事，走我认为正确的路。如果命运给我安排的是一条绝路，我也不会逃避。猴子，站起来又有什么用？你只剩下最后一口气而已。只剩最后一口气，我也不会在你面前屈服。我的朋友也是一样。火雨，连无色墙也不能压下它的光芒。终于露出真面目了吗，不死鸟？你这样是想拼死保护这只猴子吧？无用的挣扎。没有完结，用火焰燃烧我的生命吧！
虽然看不见他们，不过可以用颜色来估计那边的情况吧。不死鸟的力量在灰暗世界里爆发夺目红光，它正在和天互相厮杀。正在互相角力的两股颜色开始出现变化。10万年以来，你是第一个神斗的人类。火红色的光芒越来越弱，渐渐的又变回一片灰黑的世界。这么说，不死鸟的力量被压制。父王，你输了吗？吴庚，不要哭，不准为我流泪。你永远不要忘记，你是我的儿子，听到了吗？
很久以前，我有一个预感，我将做一些从未有人做过的事。对神的战争又要开始，但是结束战争的人并不是我。从一开始我就已经知道这一点，只是还不明白为什么。然而，现在我终于理解自己在这个预言中的使命了。人间所有的痛苦，用我的血来为你们承担；所有悲伤的泪水，都将化作奔腾的浪涛。这样很好。哇！再见了，我。结束了。这个猴子今天假如不死，日后可能会掌握更强大的实力吧。不过，已经没有机会了。不死鸟再次被我粉碎，预言中的战神亦死在我手上，天下仍然是我神族的天下。这家伙竟然要1000出手才能收拾得了。沉睡多年的天再度出手，力量比我想象的还要强大。可惜了，少王真是一个强壮的让人心动的男人。即使是天下无双的纣王，也无法扭转命运的安排。商王、周兴始终是必然的命运。王啊！不要哭，拿起你手上的武器吧。我们是大商国武士，王即使战死，我们也要继续。我们在今天一起死！早就有这个准备了，杀掉一个算一个。不错，来吧！的确是勇士，但挣扎是无意义的。好好睡一觉吧。
投降者免死，反抗的人全部格杀。这一场战争并没有被写进史册里。商王死后，他的武士们依然拼死奋战，抵挡潮水一般涌来的周兵。杀死商王之后，众神不再参战。骁勇无比的武士们只勉强支撑了很短时间，毕竟他们势单力薄，一个接一个被杀死，抵抗的声音越来越少。父王已经战死了，始终也不行。如果不是最后天亲自出手，父王是有机会赢的吧？只差一点点了，可恶！娘亲出奇的平静，她的内心应该很难过吧？这平静的模样，反而令人心寒。啊！不好了，完全抵挡不了啊！周兵要杀进来了！娘亲，我们走吧，不能再留在这里了。周兵一定不会放过我们的。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啊，快走！走不掉了。天就在城外，而且还有6部大神，数以万计的周兵。我看不出有任何机会逃命，要活着离开已是不可能的了。娘亲，不要说这种话，没试过怎么知道不行呢？不如我们一起死吧。不要说这种话，娘亲，我不想死。可惜我们已没有选择。传武王奏令，天亮之前，众将士各取所需。当太阳升起，父王要看到城内恢复秩序。对不起，娘亲，对不起，我想要活下去，请原谅我的不孝。摘星楼起火了！起火了！王儿，既然你已经不在世上，我想我也不必再活下去。这是新月湖的神人。在刚才的一瞬间猛烈的闪过，然后完全消失了。这么说，他已经……新月葵有事吗？我的妹妹刚才自杀了，她一定是害怕被擒之后会受到严厉的处分吧。他太傻了。他就是这样傻，直到商纣反叛，我才知道，原来他一直匿藏于朝歌城内。你和他都是我最出色的大祭司，如今失去了他，您仍然有我会竭尽全力为您效劳。我今日出手杀掉了商纣，那么战神的预言已不复存在了吗？不死鸟在这个预言中占据关键位置，但他今晚已被您亲手粉碎了。如此说来，无论如何，战神也都不可能诞生了，神权将可一直延续，直到永恒。
你是最能令我安心的。我要沉睡了，别让任何东西再次惊醒我。您今天辛苦了，请好好的休息。朝歌城之事由其他大神处理就好，我们回去了。发生了什么事？这是梦吗？一定是做梦。娘亲用短剑刺穿了我的心，我应该已经死了，但现在一点事也没有，胸口也没有伤痕。啊！摘星楼塌了，娘亲呢？还是逃命要紧。哟，这个娘们不错，到处都是周兵，他们就像发了狂似的到处抓人，没抓到的话就死定了。糟了，怎么办？掉头走的话，外面也是满街周兵，逃不掉的。我们这样杀人，会不会被抓去处以军法？这可是出生入死战斗的奖励。放心吧，武王殿下也会默许的。不过天亮之后就要收手了。知道了。我们到那边再抢点吧。他们好啊，看不见我。真的看不见我？为什么会这样？难道我不是在做梦？我刚才已经……是的，你刚才已经死了，只是你未发觉而已。娘亲，五哥，不要怕，我并没有疯掉。我所做的一切，包括在摘星楼上杀死你，都是为了能够让你有机会避过这一劫。但娘亲，我刚才确实被你亲手杀死了。不，你与人间的联系尚未切断，你是可以复活的。复活？在摘星楼之上，我知道带着你成功逃命的机会微乎其微，所以我唯有孤注一掷，用死而复生的方法骗过众生。你在我怀中气绝时，一直受到我的神元保护。神元是神族能力的源泉，它能让你的生命之火再次复燃。太好了，娘亲，我就知道你作为神族，肯定有办法逃走的。
不过，失去了神元的我会死啊！但不要紧，因为我爱你。我和你父亲都希望你能好好活着。最后一次了，让我好好看看这张脸。我看到一点点，不，我是不能说的。你会经历劫难，磨练出自己的人生。杨琴以后也不会在你身旁，你以后要好好照顾自己，知道吗？杨琴很舍不得你，不过我们现在必须分别了。杨琴！杨琴！杨琴，不要离开我！好了，我的神元现在和你合二为一。但它很快就会烧完，所以你必须尽快行动。那么，我现在要怎么办？飞奔吧，你现在是一缕风，不要停下脚步，飞去找一个适合你的身躯，利用它重返人间。他必须是与你同时同刻死亡的人，一见到他时，自然会有所感应。你要在天亮前找到躯体，否则第一道曙光划破天空之际，你就会在世上永远消失。这个不是，这个也不是，与我同时同刻死亡的人吗？应该不会太难找吧？今天朝歌城到处都是死人的，但总不能是个老头吧？最好是年纪相近，我可不想变成一个老伯。怎么有一阵怪风吹过？天快要亮了，我的魂魄开始消失。记着，必须在天亮前找到，否则一切就会看要快一点。在哪里？适合我的身体在哪里啊？前面那个或许就是了，我可以走进他的身体，绝对不会错，有救了。太丑了，变成这个样子，还不如死掉。还是赶快再找别的，一定还有。今晚死了这么多人，肯定会有与我同时同刻死掉的男童，一定会有的。天要亮了，没时间了，到处都找不着，难道娘亲的苦心要白费了吗？身体接触到阳光的部分变得越来越透明了。内口井上的人，可以了，太幸运了，这是最后的机会，还来得及吗？杨七，
给我抓住这个该死的奴隶！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知道怕了吧？放手！区一个奴隶，竟敢侮辱本王子，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你！什么王子？你只是个胆小鬼，有种跟我单挑啊！好啊，你想跟我单挑吗？来吧，怎么不上啊？哼！废物，求饶吧！求饶的话，我就放你一马。小孩子打架，下手这么狠啊！不要乱说，这是大王的公子，好可怜。呀！有钱还了不起吗？除了靠你爹以外，你自己有什么本领？可恶，敢打我！你活得不耐烦了，让你知道我的厉害！不得了了！哼！不久前，我和城里一个奴隶打架，弄瞎了他一只眼睛。这就是他的身体，我竟然进入了他的身体，竟然会有这种事！我好想吐。这个身体伤得很重，他应该是胸口被刺了一剑，才和我同时死去的。这道伤痕被娘亲最后的神元修补了。哦，是周边，这附近不安全，必须尽快离开。先在这里躲着吧。外面好乱啊，还好你没事。你是谁？什么？我问你叫什么名字？别吓我呀！你没事吧？你不认得我了？对了，我刚才被周兵打晕了，一下子什么也想不起来，所以需要你告诉我关于我的一切。这个女人好像和这个奴隶很熟悉，得从她这儿多套点情况。我叫什么名字？今年几岁？我有什么亲朋好友，或者是财产？你脑子坏掉了？你没事吧？让我看看。哎呀，别废话了，快点告诉我啊！你叫阿狗啊？什么阿狗？我堂堂大商国五更王子，怎么可以叫这么难听卑贱的名字？我叫白菜，是你未来的妻子。你父亲是城西的木匠，他去年过世了。木匠的儿子？哎呀，真卑微。现在在这世上，你的亲人应该只剩我一人了。怎么样，有没有想起什么？无论什么样的身份，我都不会忘记真正的自己。我的名字叫五更。一点点吧。那个木匠，不，我父亲，他应该很穷吧？怎么会有钱把你买回来？不是买的，我本来是个孤儿，你父亲好心收养了我。他说我和你年纪相仿，可以互相照顾，就为我们立下了婚约。这样啊，那么你就是我老婆了。以后一定要听我的话，知不知道？哦，
大商国已经灭亡了，我们要设法逃出朝歌。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，只能自己想办法活下去。说，你们隔壁那户人家住了几个人？几男几女？我要每家每户的名字，不知道每一个躲藏起来的人。我真的不知道。放过我们！一个都别放过，全都给我抓起来！说，认识的人在哪里？你说不说？外面好吵，周兵似乎在逐门逐户抓人。我们要不要躲进干草堆里？不行，猎狗的鼻子很灵，一定会被他们发现。我以前也养过几条猎狗。啊！找找看，有没有出口？看，那里有个破洞。可以通到外面，跟我来。嗯。快走！为什么倒影里的我会变成这个样子？这不是真的，我是大商国的王子，怎么会变成这个奴隶的模样？这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！你终于醒了，太好了！你又被周兵打伤了头，整整晕了2天。这里是……喂，你这小子倒挺有福气呀，有个小老婆在一直照顾你，他一路上完全没休息过呢。一路上，我们为什么被关在笼子里？是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喂，放我出去！喂，谁来放我出去？放我出去！我要出去啊！别喊了，他们会杀了你。哎。他一醒来就发现自己被关在笼子里，也难怪。他似乎还不知道自己的处境。我们是奴隶啊！别害怕，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我以前是大商国的奴隶，现在变成了大周国的奴隶，只不过是换了主人而已。他们要把我们载去哪里？去北山矿场，我们都被分配到那里。北山矿场？喂，你们知道北山矿场的情况吗？我听说过一些传闻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我听说，那是一个很恐怖的地方。我娘跟我说过，北山矿场是个真正的地狱。我爹在我出生没多久后就被征召进去，之后音讯全无。
我娘说她多半已经死了。总之，任何人进到矿场工作都不会有命活着出来。你们趁现在有机会，快抬头多看看天空吧，因为进去之后，就一辈子都别想再看到天空了。所有奴隶下车！快快，一个跟一个，不准说话。让我扶着你，小心一点。快走！所有人肃立，恭迎伟大的北山矿场主人李靖大人。矿场的主人？都到齐了吗？新来的孩子们，你们都辛苦了，长途跋涉来到这里，还被关在笼子里送过来，真是太糟糕了。但不要紧，你们的灾难到此结束了，因为你们已来到北山。或许你们曾听过一些恶毒的流言，说这里是个很恐怖的地方。我可以向你们保证，全都是胡说。这里的工人生活得很好，他们每天快乐的工作，他们敬爱我，当我如亲生父母一般。你们若将我视为自己的父亲，我也会好好照顾你们的。你们全都是我的好孩子。欢迎你们将北山当成自己的家。爹，有雨。好了，宝贝，就快结束了。不嘛，最讨厌下雨了。宝贝，宝宝最乖了。看，就快要有新的哥哥姐姐来陪你了。在你们踏入这里之前，记着，北山是由神所统治的地方，外面的一切争端都与我们无关。就算是君王也不能过问这里的事情。你们刚刚经历了一场大战，但矿场的运作并不受影响。神权是至高无上的，他为我们这些凡人创造了一个稳定、和谐的工作环境，实在是太仁慈了。工作吧，热情的、忘我的、痛快的工作吧，怀着感恩的心，奉献你们每一分力气，知道吗？当然，只有赞颂是不够的。好闷啊！好了，差不多了，我的小宝贝，我们回去吧。爹，我要玩打猎游戏。好，放他们进去吧。排好队，从这里进去。快点儿，一个跟一个。
看着就疼，肯定很疼啊！伸出左手。下一个。好痛啊！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他当我们是畜生吗？标记一下是很正常的。真的吗？那个矿场主人感觉很善良啊。那家伙一看就知道不是好人。这是个吃人的地方。快点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全走，快点！说你呢，快点，别磨蹭。这是干什么？这里好大，我要在这种鬼地方生活几年、几十年，甚至一辈子吗？不能相信。喂，对，就是你们几个，过来，过来。嘿，刚刚来到矿场，肯定吓了一跳吧？不必担心，有我照顾你们，一定没问题的。我叫老蔡，是你们的好朋友。从今天起，我会负责教导你们如何适应这里的新生活。不错，我和你们一样，都是奴隶。不过呢，看，我可是上等奴隶，嘿嘿，只有长时间努力奉献的人才能得到这个荣耀。不用担心，只要努力工作，人人都有机会。首先，我们来讲讲规矩。看到那个铜钟了吗？在这里，一切都要依照钟声的指示。无论是工作、吃饭，或是休息。北山矿场的规模很大，有几万人在地下工作，所以我们要严格遵守秩序。让你偷了！好了，不要垂头丧气的。我们都是快乐的工人，为伟大的李靖大人效力。好了，开始吧。好多人啊！挤进去吧，客气的话就没饭吃了。结果，放手！喂，小子，等一下！别急，你还不可以吃饭。为什么？我说过，这里是有规矩的。你们才刚来，还没有什么贡献啊！但这年头，
食物却是得来不易的。伟大的李靖大人赐予我们食物，我们要心怀感激呀。等等吧，他们吃完就轮到你们了。让我吃点，还没有了，我知道，这是最后一点了，给我点儿。别开玩笑了，我们也很饿啊！哦，这样下去，我们就没饭吃了。小子，我说过要守规矩。要是每个人都像你这样为所欲为，矿场还有秩序可言吗？没有秩序的话，怎么工作？滚开！工作，就只有你这种混蛋会把这种事挂在嘴边。奴隶头领有什么了不起？本少爷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是混蛋。那个什么李靖大人把我们当狗来养，你还满嘴感恩，我听了就想吐。马上给我磕头认错！要我向你磕头，下辈子吧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不要！别打了！不吃了，我们都不吃饭了！求你别再打了！哼，现在不是吃不吃饭的问题了，是原则问题。白菜，走开啊，笨蛋！让你知道我的厉害！够了！你打够了吧？这里只有李靖大人有权决定奴隶的生死。对不起，长官，对不起。打扰到你，真不好意思。您慢走。好了，没什么好看的，吃饭时间过了，都回去工作。你们也是，不工作就没饭吃，知道吗？喂，白菜，你还好吗？不要，不要！一直在咳血，内脏被打伤了，怎么办？会死的！长官，有没有医生可以给他看看？或者有什么药可以给他吃？他伤得很重。去工作吧。你没听见吗？他就快要死了，帮帮他吧，求求你！去工作，这是一条人命啊！他死也是你害的，怨得了谁？这里的规矩你现在懂了吧？一切都是工作。给我滚！
你要撑住，我去找其他人救你。你们可以帮忙吗？他被打伤了。我们在工作。没有办法吗？死也是你害的，怨得了谁？对不起，有谁可以救救他？是我不对，是我错了。要我做什么都可以，来人救救他吧！要帮忙吗？我听见了，是要你做什么都可以吗？我看见了，所有的事情我都看见了。这女孩被人毒打了一顿，她伤得好重，快要死了。你很舍不得吧？你是什么人？就叫我老爷爷吧。我没什么本领，不过治病倒很在行。这座矿场里，恐怕只有我救得了你的朋友。那么你快救救他吧！等一下，我刚才听你说，只要能救他，要你干什么都行。是真的吗？我要听到你亲口答应我。是真的，什么事都可以，请你救他吧。好，真爽快。让我看看在哪里。我的小宝贝儿。有了。来，拿去吧。喂给他吃，每天1粒就好，他会慢慢好起来的。父王，娘亲，你们放心，我绝不向这混蛋的命运屈服。你们去了哪里？我们都在担心呢。他的伤势如何？他应该没事了，不过要好好休养一段时间。喂，你们发什么呆啊？不工作就没饭吃啊？和这些人一起腐烂在这矿洞里，别开玩笑了，我还不想死，我要生存下去。我要生存啊！可以休息了，我都累得不行了。走吧。走。今天累死了。嗨呀，哪天不是这么累的？这苦日子，
不知道要挨到什么时候。别想了，快睡吧。醒来之后又要工作了。希望可以做一个好梦。喂，胖子，醒醒！开饭喽！哎，他们又不见了，是吗？气死我了！花了半天才这么一点点，我要完成2个人的工作量，否则我们明天都没饭吃。不能停下来。这个不是，这个也不是。这么拼命啊，狗哥！你们来干嘛？当然是来帮忙的。胖子，干活吧。你一个人怎么可能挖到2人份的血石？但3个人达成4个人的量，应该不成问题吧？为什么帮我？哼，我们是一起来的，当然要互相照应了。这就叫肝胆相照，对吗，狗哥？不要老是板着一张脸呀！啊？我爹是朝歌城里的铁匠，我已经不太记得他的长相了，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，他就被抓去挖矿了。我爹是个农民，他后来加入了抗州的志愿军，没过多久就战死了。你呢？我爹是木匠。对了，还不知道你们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江上，那个胖子叫阿石。你有点与众不同啊，一般人不会这么大胆。听到你骂老蔡那些话，老实说心里非常畅快。不过，代价也很大呀。下次啊，心里想想就好了。人要适应环境才能生存，对吧？开工！来这里10天了，必须改变自己，这样我们才能活下去。让开！吃吧，给。这2天感觉好多了，明天应该可以工作。再休息几天，你走动还不是很方便。但是，你一个人工作了这么久，每天都这么辛苦。没关系。对不起。你这个女人虽然有点笨，不过还算是很乖。好，就让你正式当我老婆吧。不过，
我的要求可是很严格的。你会不会做饭？啊？你又不记得啦？以前我做给你吃过呀。可惜在这里没办法做。你留在这里等我。啊！老爷爷。小子，哈哈哈哈！我没骗你吧？小丫头康复了呢。你不是这个矿场的人啊！我打听过了，这里没有一个人知道你。老爷爷，为什么你可以在这种鬼地方自由出入？哈哈哈哈哈！不错，老爷爷，我并不是矿场的人。我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，是因为你啊，吴刚。一直都在观察。你在和我说话吗？我叫阿狗啊。不要在我面前装模作样。来。我先问你一件事，你在这里混了1个月，觉得怎么样？你想一辈子都当奴隶吗？或者你想出去，像你父王一样反叛？无根王子，你怎么知道？我知道你的一切。你父亲是大商国的王，了不起的英雄，还有你母亲妲己，这位神族大祭司，应该是在危险来临的时候牺牲了自己，让你用这具新的身体活下去。没错，这是他神元碎屑的味道，果然还残留在你的身体里。妲己呀，妲己，我最亲爱的女儿。啊，娘亲，是你的女儿？当然，她是我最疼爱的宝贝。你是我的外公？你也是神吗？神？很久没有人这样叫我了。别管我是谁，我再问你一次，国破家亡，你自己也死过一次，仇恨吗？你恨不恨那些虚伪的神族？回答我！你想不想向神复仇？还是想继续作为卑贱的奴隶，在这鬼地方腐烂？我想向神复仇。再说一次，我不要再做奴隶，我要向神复仇，我要出去。好，志气，外公会帮你完成这个愿望。这是非常有用的护身咒文，我将它送给你。记着，努力的生存下去，别忘记答应我要为我办事，知道吗？好烫！整条手臂好像要收起来了。老爷爷又走了，这印记有什么用处？你没事吧？
你的手怎么了？你又受伤了，疼不疼啊？奇怪，没看到伤痕啊。白菜。啊！你一定有机会煮饭给我吃的，我们不会老死在这里的，我们会出去的，一定会出去的。来，我们走吧。感觉到风了吗？是从上面吹进来的风。这是自由的空气。相信我，我们不会一辈子做奴隶的。我想到了一个办法，但不能光靠我们，得再找一些人帮忙。挖地道，对，我们可以偷偷挖一条地道出去。从这里挖到地面不容易啊。当然不容易，可能要花好几年。问题是你们想不想走？想走就只有这个办法。听着，用力推，快，用力，用力！这里的管理其实并不严密。我这几天每晚熬夜工作，也没人过问，因为他们只求生产，其他事情根本懒得多管。我们只要假装工作，在半夜的时候偷挖，没有人会发觉的。这个想法很大胆，如果被抓到的话，会死的。你觉得我们现在和死人有什么差别？当然有，死人可不会工作，但我们这群活死人却要不停的工作，你觉得呢？既然都已经是活死人了，还有什么好怕的？好，狗哥，我加入。我也加入。合力吧！每到夜里，当其他人都在呼呼大睡时，我们便开始了逃亡计划。矿场里有成千上万条挖掘通道，我挑了一个不会有其他人开挖的高层通道，这里较少有人经过。
同时也稍微缩短了工程。在每晚熬夜工作的情况下，为了不让人起疑，我们还得增加血食的产量。看起来，老蔡对我们的工作也很满意。最近你们的产量增加了很多，很好，很好。以后请多关照。这是个漫长的工程，2-3年恐怕都完成不了。但只要坚持，某天就一定能成功逃出去。哎呀，又要熬夜吗，年轻人？睡那么少，小心身子撑不住啊！哎，你是新来的吧？我刚来的时候和你年纪差不多，一转眼啊，就是50多年。这一生啊，真像一场梦啊！老人家，你生病了？没关系，无非就是个死字。这场梦啊，早该终结了。去吧，年轻人，好好保重身体。就算我们的计划成功了，也只有我们几个能走。那么，这些人恐怕都要在这里等死。啊？我怎么会同情起他们来？喂，我想过了，不如把通道稍微挖大一点，让更多的人可以通过，反正也不会花很多时间。你们，这次到底是谁呀？听说啊，是新来的几个年轻人，他们昨天晚上杀死了一名百夫长呢。哇，胆子好大！他们这下惨了。看不见呢。快看，来了来了！来了！哎，去那头。上啊！上！哎，上啊！上！差不多该开始了，给他们武器。是。拖出去喂狗！等等，李靖大人，你不能杀我！哦，你说我们都是你的儿女，世上哪有父亲忍心杀死自己的儿女？李靖大人比我亲生父母还要亲，为了孝敬李靖大人，我们几个每晚都不休息，努力工作。老蔡偏偏看不顺眼，说我们坏了规矩，不由分说就毒打我们。情急之下，我不知哪里来的力气，拿起绳子就累死了他。我们这几个月来，矿石产量比其他人都高，不信你可以问问其他人。喂，老冯啊，这小鬼说的是事实吗？李靖大人，这倒是真的。这几个小鬼确实比其他奴隶超出30%的产量。
离间大人，您就是我们的父亲，请让我们继续为您工作。你在说什么？我才是爹爹的儿子。爹爹，我的小宝贝儿，来，抱抱。哎，爹爹正在审问犯人呢，很快就可以陪你玩喽。爹爹，那几个奴隶是不是犯了错？反正都要处死，不如将他们送给我好吗？哦，你要来干什么？爹爹不是刚刚收到一件好玩的礼物吗？我想让他们一起玩玩，嘿嘿，应该会很好看。这样不太好吧？爹爹不懂我了，这个广场里什么都没有，连玩个游戏都不行。好，我的小宝贝儿，爹爹什么都依你。我姑且相信你的说辞，免你一死。不过总不能轻易饶恕你们。每人斩掉一只手，割去舌头。不过念在你们叫我爹叫的诚恳，倒也不忍心对你们施行。这样吧，给你们一个机会。西北的蛮族最近送我一头异兽，你们几个可选择当着所有兄弟的面，在竞技场与他作战。与异兽作战，不管有没有打赢，你们的一切罪名都会被饶恕，还会有赏赐。如何？哎，这鼓一敲啊，就快开始了。哇，出来了！嘿，好紧张啊！爹爹，这个异兽叫什么名字啊？那是居住在古老森林中的大脚巨人，他们可以被驯养，成为出色的劳动力。大脚巨人吗？好可怕哦！不用怕，有爹爹在，没人可以伤害你。大家快去拿武器，快！这只怪物好大的力气！快走！好厉害啊！巨人好威风啊！这几个奴隶死定了！也不一定啊，他们之中有个家伙很有活力。我要死在这样的怪物手上吗？别开玩笑了！即使有排队也架不住我。哎呀！哈哈哈，送死！快避开！
那个袋子里的粉末是什么东西？好像是某种石粉。太卑鄙了！这也是生存之道啊！巨人，干掉他们！袖子里！痛，好痛！阿哥！狗哥，狗哥！结束了吗？死了吗？怪物！算了，反正我们也是一样的。这太热了！做成什么？打赢了，太好了！狗哥很厉害呀！这小子叫什么名字来着？大人，我叫阿狗。很好，我会记住这个名字。我说过要赏赐你的，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不用怕，说吧。请让我代替老蔡当百夫长吧。趴下，快！我很了解老蔡平日的工作，我有信心能做得比他更好。百夫长吗？从未有人来这里短短几个月就当上百夫长的，而且还是个小毛孩儿。李靖大人，我会全心全意为您效力的，求您给我这个机会吧。爹爹，好闷啊，不好玩。巨人打架一点也不好玩。小宝贝儿，我要玩打猎游戏。好，好，好。你明天到刑房领取百夫长之印吧。百夫长，百夫长！不敢相信，李靖大人竟然答应了。怎么了，手下败将？
别这样看着我，我不是来嘲笑你的。那老爷爷给我的宝贝还剩下不少，这个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。算你好运，看来有效。你被人关着，我也被人关着，这就叫同病相怜，明白吗？看来你也不明白。我走了，明天再来看你。百夫长是矿场里面一个小小的奴隶头领，负责管理100名以下的奴隶工作，处理所属奴隶之争执、生病及死亡等等问题。这种事怎么难得倒我？我接手老蔡管理的那组奴隶，总共有83人，他们以前都吃过老蔡不少苦头，自然乐见我把他干掉。要督促他们生产，也不是难事。哼，干得不错，阿狗，你的手下都很努力呢。这样下去，不出几年，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千夫长了。要靠老大多多关照了。好说好说。哼，千夫长还了不起吗？奴隶狗！老大，那边的通道怎么有怪声？里面关着巨人呢，就是10天前被你打伤的那个。听说是西面的蛮族送给李大人的，本打算利用他们来提高生产的效率，不过现在没用了。哦，是这样啊。他已经10天没吃东西了，你有空就过去看看吧。死了的话就告诉我，免得他腐烂发臭。正好过去折磨折磨他，所以那天特意留他一命，不能便宜了他。哼，阿狗，你也真是够狠的。你们在这里啊？狗哥，最近大家都在谈论你啊。谈什么？他们说你心狠手辣，为了取代老蔡的位置才杀掉他之类的。还有人说啊，你是李靖大人的私生子呢。无聊。如果他们知道我们在干什么，肯定会吓一跳吧。刚开始，我其实不觉得我们可以办到。不过现在，似乎很有希望了。嗯，不错，只要我们继续努力，逃出去绝对不是梦想。我们可以想想出去之后要做什么。我会做很好吃的包子，不如我们开个包子铺。好啊，好啊，我们要合伙赚好多好多钱。有这么漂亮的老板娘，生意一定会很好。这样。我们出去之后还是好朋友。虽然现在大家士气高昂，但实际上还没什么成果，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，一切才刚开始而已。每天挖10尺，这个目标其实不轻松。日复一日，经过1年的努力，我们已经挖了接近4000尺。
同时，我在矿场里的地位不断提升，因为我时常帮李靖解决一些奴隶间的问题，其他人不敢做的事，我都敢做。不久后，我晋升为了千夫长，这是最高等级的奴隶了，在整座矿场里不超过10人。李靖提拔我，纯粹是为了增加矿场的产量。我很清楚，对他来说，所有的奴隶都只是工具罢了。而我当然也不是真心替他效力，我自有打算。在这个没地方的日子，总会结束的。义父，我们已经到了。去派人通知李靖吧。已经通报了，想必此刻他正在下来迎接。好。您小心脚下。大神。已经4年没见过外面的世界了，不知道有什么改变呢？我说，咱们这是被派去跑腿了吧？季时竟然特地将任务托付给我们，就表示有这个必要性。空世界神力的预言不会出错。但商纣不是已经死透了吗？预言中的英雄早就被天亲手摧毁了。不错，但只要出现了变数，我们就不能轻忽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开始吧。这是一个用4年时间构思的逃脱计划。远不止逃脱那么简单。这就是矿区了，共有3300多条开采通道。奴隶们正把开采出的血石送去筛选。大人，李靖，你这矿场倒是管理的有模有样啊！北山矿场感念神族的仁慈与恩惠，时刻不敢懈怠，每年都按时上缴。另外，我们在3年前自北方引进了大角巨人，他们为矿场提供什么人？阿狗。这小子挡什么路？王子息怒，这小子叫阿狗，是我的得力部下，矿场里最年轻的千夫长。阿狗，眼前这2位是贵客，不得无礼。这位是神族6部中的温部大神，以及大周国的机巧王子。大神，请原谅小人无礼。鬼木大神，这混蛋当年也参与了朝歌之战。没错，就是被父王痛扁的那个废物大神。哼，没见过世面的奴隶，可笑。这也难怪。好了，别紧张，有什么事就说吧。是，李靖大人。关于您之前要我留意的吃人怪事件，那个……李靖，这小子说的是什么？
这事说来话长。阿狗，正好你清楚吃人怪的事，向大神解释一下吧。是，离京大人。大约是在1个多月前，开始有工人离奇失踪。但矿场是封闭的地方，怎么可能会有人凭空消失呢？不久后，我们就在通道内发现了失踪工人的尸体。说是尸体，但其实就只剩下1、2节残肢。相信他们是被某种凶残的动物所杀。矿场也多次展开搜索，但始终一无所获。同时，失踪事件仍不断发生，绝大部分被吃掉的人，甚至连残肢都找不到。根据几名亲眼目睹过吃人怪的工人描述，他全身长满尖刺，双眼发出红光，满口獠牙，甚至还会喷火，转眼就能吃掉一整个人。现在整座矿场都人心惶惶。你有亲眼见过这个吃人怪吗？当然没有，有的话恐怕已经没命了。我们北山矿场近年来急速发展，但可能就是发展的太快了，触怒了一些长久以来住在地下的妖怪。哼，实在是难以置信呐！本神活了几百年，这什么吃人怪却听都没听过。义父，反正我本来就打算留在这里好好学习，不如就顺道调查一下吧。李靖叔叔，意下如何？有王子殿下的帮助，相信很快就会水落石出。阿狗，你负责帮助王子进行调查，务必尽力配合。是。义父，我们回去吧。这种地方留得太久，令人浑身不自在。小子，这个吃人怪真相不明，要小心点儿。现在有变数发生，必须启动预备方案。出去以后，一直朝东走，过了河就安全了。神族已经来到这里，如果我们的事被发现，就危险了。那你呢？你留下来不是更危险？笨女人，神族也没什么好怕的。好了，快走吧。我想留下。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了吗？你们3个先出去，我随后就到。我毕竟是千夫长，和你们同时消失恐怕不太好，不如留在这里，转移他们的注意力，这样更方便你们逃走，好吗？江上，阿石，拜托你们照顾他了。包在我们身上吧。你自己小心，别拖太久。老婆，你马上就要重获自由了，应该要开心才对呀。你记不记得，朝歌城大街上有一棵大树，我们就约在那里见面。我们被关在这鬼地方已经4年了，出去之后，我们就一起到处游山玩水。好了，快走吧。走吧，胖子。狗哥，多谢了。地道是大家一起挖的，谢我干嘛？我们外头见。啰嗦的家伙。我们走吧。
等我再多救些人出去，就和你们会合。绿色的大地，蓝色的天空。你怎么也来了？你孤身一人来到人间界侦查，太危险了。这是大元帅托付给我的任务，任何困难我都会克服。别跑！就是现在，你就是那个食人怪，送死！啊！那是什么？哇，好臭啊！那可是……该死！这吃人怪怎么会带着这种东西到处走？完全没道理！全身是臭。等等，我似乎闻到了熟悉的气息。这个女孩的身上散发出神族特有的气息。朋友，你这玩笑开大了，我们都只是卑微的人类啊。是啊，我从来没见过神族呢。但这女孩确实是人类。是吗？我就说，一定是搞错了。哼，
既然如此，就让大祭司自己判断吧。跑！王子殿下，别挡路！吃人怪，停！你不是？逃不掉的，乖乖跟我走，就不会有人受伤。那把剑和刚刚攻击我的是同一把。这个外貌还有刚刚的攻击，莫非对这样一个手无寸铁的人类小女孩动手？神族果然没让我失望。你们竟然跑到人间界来了！你们快离开这里吧，我会拖住这家伙。很好。动手！眼前这个家伙有着接近大神级别的实力，1对2，必须全力以赴。有意思。万象界神力！哈哈哈！太意外了，竟然同时有2位大神降临，这是北山矿场的荣幸啊！除了我之外，还有其他大神在这儿？是的，温部的鬼木大神不久前才刚到这儿来，还带着……行了行了，正好省得我麻烦。你告诉鬼木，让他多留意矿场的状况，如果发现有什么不对劲，就立刻告诉星月葵大祭司。
谨遵太极大神指示。可恶，没射中，气死我了！这就是气。按照炼气者的天赋，能够凝聚出不同的形态，可以是刀，亦或者是剑，甚至可以是山川、流水。炼气的造诣都能达到登峰造极之境，甚至能与食物不异。果然神妙。提及炼气的细微之处，就连义父也不太理解。这个嘛，神族拥有不可思议的力量，自然不用去理会我们凡人的伎俩。不得了了，李靖大人！我说过不许打扰的。大人，哪吒少爷他……哪吒少爷他……老冯大哥，听说你被吃人怪打伤了，我来看看你。外面这是……李大人下令搜捕吃人怪，守卫和上级奴隶都要参与。哪吒少爷被抓走了。什么？又是吃人怪？大人说让你好好养伤，就不必参加了。有什么事情就找我。是你，你这个狗奴才！怎么了？被人吊着的感觉如何？李靖当你像宝贝似的，肯定没让你受过这种苦吧？快放开我！快放开我！这样是不行的。我娘亲告诉我，人要经历苦难，才能磨练出自己的人生。所以嘛，李哪吒，我这是好心替你父亲磨练你呀。你傻了吗？还不放我下来！等等，你不怕爹爹……放我下来，阿狗！快放开我！说到你爹爹李靖，还真是个厉害的老头。不过我把自己弄伤，他应该想不到吧？你扮成吃人怪有什么好处？因为那些被我吃掉的奴隶们，现在都已经远走高飞了。阿狗，你好大胆！装神弄鬼放走矿场奴隶，还敢绑架我！我叫爹爹！哈哈，不好意思啊，打了你。顺便提醒你，这里没有你爹爹，只有我们两个。你敢打我？爹爹，救我！哪吒，平时在矿场里，每个人都怕你爹爹，什么事情都容忍你，你却变本加厉，不把我们这些奴隶当人看。我早就看不下去了，现在就打死你，割下你的人头送回李靖面前，他的表情一定很有趣。狗哥，你放过我吧，我知道错了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有心的。是吗？你有什么苦衷？不妨说出来听听啊！我和爹爹都是很惨的。爹爹以前是炼气术高手，但是得罪了神族，后来答应为神族工作，终身不离开矿场，才换为一命。
我们和你们也是一样的，我不是有心折磨你们，只是不能出去，太苦闷了。我现在知道错了。我死了的话，就剩爹爹一个人了，好寂寞啊。算了，放你走吧。不过你先回答我一些问题。周国王子是来干什么的？他是来跟爹爹学习练气的。练气？对，大神来这里逼爹爹教他练气。练气是什么东西？爹爹说过，练气是让人提升到接近神的领域的技巧，很厉害的。等等，这家伙说的莫非是人间最强的大剑士，如今炼气术的修为尽毁，已然成了废人。虽然不死，但跟死了又有何异？和我们作对，都只会落得同一种下场。不过，修习练气术的人必须具备一种叫心眼的天赋。爹爹说我也有的。心眼又是什么？心眼就是可以看到其他人看不见的景象。看那边，那块岩石上面有一团气在浮动，你看得见吗？什么也没有啊。哎，是吗？看来你没有心眼呢。你在耍我吗？不是的。谅你也不敢。好了，时候不早了，我先回去了。啊，狗哥，你不是说要放过我吗？骗你的。哎，这样吧，你把下面这段话背下来。我是李哪吒，我爸爸是李靖，我以后要对奴隶有礼貌，不可以欺负弱小，我要孝敬父母，善待朋友，做一个善良仁慈的人。明天给我完完整整念一遍，一个字也不可以错。念完我就放了你。等一下，这么多字我记不住。狗哥，让他饿个2天，狗哥应该不会死吧？李靖找不到哪吒，现在一定急得想哭吧？明天就放了哪吒，至少狠狠教训了他一顿。哼，过瘾。到时候我也该走人了。鸡桥王子，不能慌，他应该没有看到我从通道出来。阿狗，你几天前不是才受重伤吗？不好好休息，在这里干什么？王子殿下，我已经休息几天了，伤势没什么大碍。听说哪吒少爷被吃人怪抓走了，我想快点抓住他，替李靖大人分忧。你倒是忠心啊，怪不得李靖喜欢你。起身吧。是，王子殿下也在搜寻吃人怪，我能帮得上忙吗？我会亲手抓到吃人怪的，你还是乖乖回去躺着吧。对了，有件事你倒是帮得上忙。矿场里有没有10岁以下的男孩啊？有的。很好，带2个给我，要乖巧一点的，我有事情要交给他们办。遵命，王子殿下。吓死我了！等等，前面似乎有动静，怎么办？要绕过去吗？还是去看看情况吧。快跑！快走！很好，进来吧。
可怕！什么情况？这2个小孩留下，你可以走了。请问，他们什么时候回来？我还有事情交给他们去办。回去吧，下次有需要的话再找你。是。千夫长哥哥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去？别怕，不会有事的。混蛋，气死我了！我这个吃人怪是闹着玩的，但他们可是真的吃人怪。不，我要冷静下来，过2天就可以走了，干嘛多管闲事？该死，这种事怎么可以忍？如果我不管，这2个小鬼就死定了。一定要做点什么，否则恐怕我做梦都会梦到这2个小鬼的眼神。李靖大人，大人，你不是在养伤吗？李靖大人，我知道哪吒少爷的下落了。你找到吃人怪了？跟吃人怪没关系，是那个大神干的。鬼木大神，阿狗，这种事不能乱说。你有什么证据？刚才王子殿下吩咐我带2名小童过去找他，我在他的房间里捡到了这个东西，我认得这是哪吒少爷之物。还有我带去的2名小童，似乎是用来吃的。我怀疑哪吒少爷也……他的确会吃小孩子。那天他气定神闲地在我面前提起过。他真的吃到了哪吒吗？并不是不可能。神族有什么事做不出来？那家伙就算吃了哪吒，也只会说只是一个人类而已，没什么大不了。李靖大人，请恕我多嘴，但如果真是神族吃了哪吒少爷，您还是吞下这口气吧。神族是惹不起的呀！混账！这口气我绝对吞不下！李靖大人，三思啊！我们为什么要蒙着眼睛？是啊，王子殿下。因为看不见的话，就不会害怕。没事的，来这边。哦。欣欣，充满生命力的小孩子是最好的。你们在这里做什么？李靖老师，是在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吧？我们，见不得人？你每天吃饭会觉得见不得人吗？我的儿子在哪儿？我怎么知道？你有没有吃了他？老师，您听我说，我知道您为了哪吒的事非常苦恼，但怎么会怀疑到义父身上呢？闭嘴！我不该怀疑他吗？那2个小孩是来干什么的？来玩的吗？老师啊，神族是至高无上的，为他们献上一些祭品，又算得上什么呢？没人性的东西！在我这个义父面前对他出手，你胆子不小啊！要干这种事，去我看不见管不到的地方，在我的地盘，想都别想！李靖啊，你似乎误会了，这个北山矿场并不是你的地盘。
这世上的一切，统统都是我们神族的。我们只是好心让你暂管这个矿场，记得吗？鬼木，我再问一次，你有没有吃我的儿子？我倒不会去记自己吃过什么人，所以说，真不小心吃了你的儿子也不奇怪呀。你竟敢背弃誓约！我唯一的儿子哪吒也逃不过你们的毒手。神族欺人太甚！老师，是你逼我出手的。好啊，本大神也想看看叱咤一时的李靖有什么本事。等一下，老师，事情还没搞清楚。这是我最后的底线。可恶，他们怎么会打起来？其中一定有误会。这次反应挺快的嘛。下贱的奴隶，你以为本王子会在？王子殿下，我知道你是聪明人，所以特地给你准备了新花样啊。我的眼睛！没事吧，小鬼？天府长哥哥，发生了什么事？别问了，马上跟我走。混蛋，原来是这家伙。可恶！告诉你吧，我的力量比4年前更强大。他将烈气凝聚于体内，我的龙爪无法攻破。金刚身烈气基本运用，休养了4年，看来你还是经书战胜。鬼木，感受凡人的愤怒吧！你感动本神的话，整个神族都不会放过你。今日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。老师，我知道哪吒在哪里。别打了，我们都被耍了。快！是千夫长阿狗和2名奴隶，马上追过去，他们是逃不了的。快，分头搜！是，必须活捉，交由李靖大人发落。阿狗，你这次闯的祸不小啊！看在相识一场的份上，乖乖跟我回去见李大人。那2个逃走的小鬼也要抓回来。风大哥，跟你回去没问题，但是
那2个小鬼若是被抓回来，会死得很惨的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这2个小鬼今天被带去给鬼木大神，你们知道是为什么吗？是用来吃的。鬼木大神是要拿他们来进补身体，我看不下去，偷偷带走他们，所以才被追捕。各位大哥，你们也有亲人吧？你们会拿自己的儿子给神族当祭品吗？挖地道、办吃人怪的事，我会亲自向李靖大人解释。但我求你们，现在假装看不见这2个小孩逃走，好吗？你会死的。带我去见李大人吧。找到他了吗？混蛋奴隶，竟敢戏弄本王子！就是因为你看不起我们这些奴隶，所以才会被玩弄。你以为自己是最聪明的，其他人都是傻子。但我看来正好相反。对了，我有个问题放在心里很久了，总想找机会问你。我请你吃的大餐味道如何？找死！我死哪吒也会死。你是来学炼气术的，对吧？但杀了我，你就会间接害死老师的儿子。那么老师之后会怎么想？随便叫他些没用的东西吧。应该会这么想。你这小无赖！阿狗，我儿子在哪儿？放心，他还没死，只是被我藏起来了。李靖大人，你放我一条生路，哪吒就会安然无恙地回到你身边。李靖，若是让这该死的奴隶大摇大摆地离开，我们颜面何存？本神今日绝不饶他！李大人，这家伙的确没有吃你的儿子，但他吃的却是某人的儿子。他们有名有姓，都是人生父母养的。难道你就能视若无睹吗？死到临头，还敢胡言乱语！李靖大人，你若是让他杀我，哪吒就要跟着别傻陪葬。本神不会杀他，不过嘛，本神多的是办法让他痛不欲生。痛苦吗？那就给我尽情惨叫吧！不知死活的奴隶，好舒服啊！鬼魔大神，我好舒服啊！不是说要弄疼我吗？多用点力啊！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那叫巨人！他在干什么？会突然。巨人发狂啊！方面。快去拦住他！逃不出去的。哼，本大神已没耐性再玩下去了。八面，他们会杀了你的。别让他跑了！快追！快，在这儿！快！站住！呀！
帮面！快看，巨人在那儿！在哪儿？我们飞过来了！帮面。你要我走吗？笨蛋，明明不关你的事啊！帮面！到此为止啦，小子，你的花样可真不少，连这大脚巨人也是你的同伙吗？你是逃不掉的。看看本神最拿手的化尸瘴气，要花多久时间才能融化你的骨肉？帮面要死了，我帮不了他，对方是大神呢。师傅也不是无敌的，这家伙当年不就被父王打得满地找牙吗？虽然没有父王的本领，但我也不会退缩，我不会束手就擒，我要反抗神！给我住手！他不是畜生，是我的朋友！小子，竟然还敢向我出手！奇怪，他的眼神和那个人是一样的。死吧，大神！难道是神力吗？义父，阿狗，这些年来我一直看走了眼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没什么特别的本领，但就是硬气。拷问我是不会有结果的。绝不能让他走。这小子身上的神力和神族最大的禁忌有关。你中了我的尸毒，现在却还活蹦乱跳的，这是不可能的事。现在我明白了，是那个皱纹保护了你。皱纹非常精妙，
就连神族也没多少人能够掌握。你手上的叫做混沌之火，是最高级的古老咒文。我们神族中曾经有一位大祭司精通此道，不过他背叛了族人，甚至集结了另一批叛神，意图颠覆神权。你们是什么关系？我完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是吗？不要紧，你终究会输的，只是时间问题罢了。地藏界神力，迎接死灵气。不知为何，你让我想起多年前一段令人厌恶的回忆。感受下神的愤怒吧，死灵气狂蛇！义父亲自出手，这可恨的奴隶倒也死得其所。虽然有奇特的咒文力量，但就凭阿狗的作战经验，怎可能和大神级别的鬼木抗衡？是，我这边没什么情况，现在要回去了。你别生气啊，但要我说吧，你是不是有点太……收回刚才的话。技师，北山矿场似乎有情况了。啊！鬼墨，堂堂温部大神，面对一个人类少女，竟然动真格了。他的毒，不可能。堕落者，被神族永远剥夺身份的叛逆之神。你来了。我今日来就是为了带你走，这些家伙就交给我来对付吧。老师，别来无恙啊！这小子和你是什么关系？你竟然肯冒险出手救他？他是我外孙，荒谬！他是人类呀！鬼木。即使是空识界神力，也看不透所有的事实。万事万物间有种奇妙的因缘存在，对你爬虫般的脑子来说，确实有点难以理解。这小子确实是我的亲人，任何人想要伤害他，必须先杀死我。外公，你只差一点就可以出去了，不要辜负了他的心意。
的存在吗？阿狗，我解决了这些家伙之后就去找你。八面，还有外公，谢谢你们。我去截住他，你们快去帮助鬼木大神。厉害了！黑气咒，大轰击，全力攻过来吧！在老师面前，我自然不敢有所保留。毒死掌，他是极高明的空世界实力者，能够预测对方的一举一动，结合咒文力量的战法非常棘手。看穿了我的招数，你还有很多要学呢。李靖，你看够了没有？停下他们！你所犯的过错，通通既往不咎，还会有赏赐。什么赏赐？我可不稀罕。哪吒的安危才是最重要的。应不应该相信他？阿狗承诺过，只要让他走，哪吒就会平安回来。如果是这样，我就不能出手。练气术的高手也要参战吗？欢迎欢迎！李靖，为神族铲除叛逆，是我等分内之事，老夫义不容辞。好一个神族中仆，一起上吧！打开这个大门，就可以逃出去了。想不到今天会从这里走出去。这就要走了吗，阿狗？王子殿下是来为我送行的吗？哼，下贱的奴隶！本王子确实是来替你送行的，送你最后一程。竟是些卑鄙的手段！卑鄙的手段都看过这么多了，还是学不乖。哦，王子殿下，你这脸皮可真厚啊！很惊讶吗，阿狗？告诉你吧，这是炼气术的基本运用。炼气术，你终于明白我们之间的差距了吧？虽然还不能像老师那样变成实体的武器，但将炼气凝聚于体内，对本王子来说不是什么难事。该死！这家伙才学了多久？他竟然已经可以现学现卖了吗？
可恶，这文没有效果了吗？过瘾，可还喜欢本王子的招待？为什么要作死呢？哼！回答我！你竟然问我为什么？好好辅佐本王子，你不只能够离开这座矿场，更能享受荣华富贵的生活。还有没有人性？拿小孩子当祭品，这种事都干得出来？你怎么还在纠结这件事情啊？啊！鬼墨大神乃是尊贵的神族，同时更是我敬爱的义父，尽心服侍的老人家有何不妥？没什么不妥，只是觉得你比我还适合当奴隶。本王子还期待你最后能有所悔悟，哼，看来是白费苦心了。宰了你之后，我会动员所有力量去把那2个小鬼抓回来，再次献给义父享用。就在眼前，再让任何人阻拦我！终于逃出来了。你就是五更。技师叫我在这里接应你。是吗？但他人还在里面呢。不必担心，他自有办法脱身。我们先离开这里，快上马。怎么了？那个，我不会骑马。你什么？
伟大的神族为敌，太愚蠢了！接受制裁吧。1敌2，你没有胜算，投降吧，老师。没有胜算？你什么时候产生出这种错觉？怀念老师的授课吗？此地不宜久留。看在哪吒的份上，赶紧撤吧！是时候了。大剑士，我感受得到，不会错的。这种感觉。实行大神，我需要你的帮忙。明晚就是血祭之夜了，我哪里都不会去。你要知道，这不是我个人的请求，而是来自大祭司的命令。到底什么事？不能找其他大神吗？堕落者出现在北山矿场，我已经要求所有大神立刻前去支援。来的是谁？伏羲。你也是神吗？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们现在要去哪里？听说你们叫堕落者，总共有多少成员呢？喂，你耳聋吗？忽视别人的问题是很没礼貌的。我是来完成任务，不是来聊天的。哼，装模作样的家伙。为什么在这里停下？等祭师来跟我们会合。他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？这是以龙金香油点燃的灯火，祭师可以感应到它的光芒，进而找到我们。相隔多远都没有关系，只要闭上眼睛就可以看见。
不管隔多远，都能看见吗？晚饭做好了，你起来啦？身体觉得怎么样？别客气啊，吃吧。我对自己做包子的手艺很有自信的。这家伙虽然长得好看，但个性挺糟糕的。不晓得其他堕落者都是些什么样的人。来了。外公，等很久了吧？你是怎么脱身的？哈哈哈哈哈！说来好笑，哼，鬼木拼了命想留住我，什么千奇百怪的虫子都用上了。本来是有点麻烦的，不过当李靖也出手之后，反而变得轻松了。李靖有着深不见底的功力，却刻意隐藏，显然别有目的。于是我也不客气，抓住他露出的空隙逃了出来。看来那个李靖是存心放你走的。哼，算那家伙识相。嘿嘿，无论如何，今天总算是平安带你出来了。五更，本来我在4年前就想带你走。不过你那时年纪还太小，时机未到啊。现在你已长大了，甚至可以独自面对艰难的挑战，很好啊，实在很好。除了你的战斗能力之外，在各方面都令我很满意。但这不是问题，战斗能力是可以慢慢训练的，是不是？我相信你一定应付得来。战斗训练？对啊，你要加入我们神隐部啊！我知道你在里面做过的事，更重要的是，你敢于反抗那些比你更强大的敌人。现在，你的黑暗岁月过去了，加入我们之后，你有很多东西要学，很多事情要做，很多失去的光阴要追回来呀。那个，包子很好吃。喜欢的话就多吃几个。你们都不怕我吗？不害怕神族？我之前明明还想把你，难道你就不怕我再对你出手吗？我不是故意偷听，但之前照顾你的时候，听到你说了一些梦话。我说了什么？你一边流泪一边喊着姐姐，让我也忽然觉得有点难过。那时的情景让我想到了一个人。娘亲，你别走，娘亲，不要离开我，娘亲，娘亲，不要！白菜，你怎么哭了？加入你们神隐部吗？
怎么样，阿兰，你赞成吗？原来他的名字叫阿兰。我没意见。好，那么你就是第一个加入我们神隐部的人类了。外公，你为什么希望我加入你们呢？我只是个人类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本领。不，你虽然生而为人，但其实身体里埋藏着神的本质。你和我们神族的渊源是切不断的。鬼木还不清楚你的重要性，否则他肯定拼上性命也要留住你。跟着我们，然后你就会慢慢的找到真正的自己。可是，我和几个朋友约定好了，要在外面重聚，不能就这样跟你走啊。哦，是那些跟你一起同甘共苦的小孩吗？抱歉了，吴更，你不能去啊。为什么？你必须做出选择，要加入我们，就不能去见他们。我不明白，为什么要我选择？他们只是普通人而已，跟我加不加入你们有什么冲突？你自己也说了，他们只是普通人啊。那又如何？从你逃出矿场的那一刻起，就已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。是时候和以往的朋友道别了。你的朋友所处的世界是一般的世俗世界，他们将会生儿育女，过平凡的生活。没事，我该走了。他们找到我了，正快速往这边接近。他们？你说？再不走，就来不及了。啊！这是我自己的战斗，不能连累你们。我们来拖延时间，你趁机逃跑。确定是这里？不会错。大姐姐，看来你没事，你的伙伴呢？他们也没事。大姐姐，之前谢谢你。那个神族小子，你见到了吗？原来是两位救命恩人啊！他们明显有所隐瞒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莫非是被威胁了？抱歉了，这是为了你们的安全着想。等等！大元帅要我们马上撤退。神族似乎展开更大规模的行动了。而你，鬼木不会就此罢休的。
整个神族更不会，他们会用尽所有的方法找到你，然后杀死你，还有你的朋友们。你已经不能走回头路了。如果硬是要回到他们的世界，势必会害死你的朋友们，就像你的朋友八面一样。五更，外公是不会强迫你的。我们神隐部的原则是自由的选择，没有人会逼你做任何事情。话说回来，后面有几个麻烦的家伙快追上来了，我们必须马上离开。五更，你现在就要做决定，加入我们，或是回到朋友身边，当一个普通人。如果你决定要回去，我能够做的就只有教你一些躲避神族追踪的方法。但你终生要躲躲藏藏、偷偷摸摸的活着。跟神族的账必须算清楚。在矿场的这几年，已经躲得够久了。外公，我明白了。我加入你们。好，不愧是我的外孙。不过，在那之前，我还有一件事得去做。哦，什么事？我答应过。果然。小心！混蛋！虽然身形有点不太一样了，但这家伙确实是当年在朝歌城外和父王对战的另一名大神。大祭司。真是久违的称呼。客气就到此为止。我是来杀你的。动手吧。不过，你伤得不轻，面对我们能有多少胜算？另一个堕落者，还有人类。这家伙年纪看上去虽然跟我差不多，但也拥有高强的神力。怎么回事？这家伙身上也有股明显的神族多年来的隐患，就让我来解决吧。今天来的若是孔雀，你也会出手吗？自从他背叛神族那天起，我跟他就已经没有关系了。祭司，你这是白费力气。这家伙不是老师，你也来了。五更，这里就交给我们吧。
大神，又来一个。没错，这个修罗界神秘的气息，是那个家伙。这家伙也来了。哥，小心！大祭司果然没有骗我，大老远跑这么一趟，值得。伏羲，据说你的空世界神力已经达到了巅峰，可以洞穿对手所有的攻击，不是骗人的吧？哼，你不妨自己来试试。好，那我来了。你这女人竟然偷袭我！偷袭的人难道不是你吗？你不是我的对手，不要妨碍我和伏羲战斗。不记得我了吗？看来你的脑子里除了战斗以外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停下他们！给我杀！好强的力量，竟能直接将暗杀敌击散。这蝴蝶，阿兰她一直让他们待在我的身边，随时保护我嘛。这个笨女人，她明明都已经这么吃力了，干嘛还……暗杀敌的数量减少了很多，必须尽快结束战斗。哼，就凭几只蝴蝶也想对抗我的荒狼？结束了。阿兰有危险！你太弱了。
行。虎哥，好戏开场了。小子，鬼木，阿兰，不要轻举妄动，武庚暂时不会有事。真以为能从我们神族手中逃走吗？鬼木，先不要理会那只卑贱的猴子。伏羲老师，好久不见了。这么一来，6部大神就到。荒狼怎么会躁动不安？虎哥，好可怕的家伙，一击就差点要了我的小命。外公，好，好，多么壮观的景象！老头子，你想耍什么花招？哼，我能有什么花招？倒是你们，堂堂6部大神，竟然全员出动了！哼，6部大神中，超过1半都曾是老师的学生，我们岂敢轻忽大意？是新月魁把你们通通找来的？以多欺少，还需要这么装腔作势吗？外公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你们真以为我老糊涂了，会毫无准备的就来到这里吗？哈哈哈！你们若是多跟我学2年，或许就学得到这招了。一起出手，破坏阵法。万象界神力，来！
阵法似乎已经毁坏了。见鬼了，这雾是哪里来的？你是谁？我在哪里？他可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呐！外公，你没事吗？阿兰他……哼，小子，喜欢我的小宝贝儿吗？这是什么怪物？什么怪物？它的名字叫八臂飞猿，是来去如风的神兽，和我风流潇洒云中子，正是一对最佳拍档。云中子大哥，你好。这怪物跑得好快。哼，云中子若是再晚来一步，今天要脱身就难喽。也真多亏了你的小宝贝儿，竟然一瞬间就把咱们给救了出去。最佳拍档之名当然不是白说的。竟然能在6部大神的眼皮底下，神不知鬼不觉把我们救走。神影部究竟都是些什么人？啊，差点忘了。李哪吒，我要对奴隶有礼貌，不可以欺负弱小。哼，这家伙。李哪吒，好好记住你说过的话。白菜，对不起啊，我现在必须先跟着外公走。等我一定会尽快回来找你的。快到了。